其实我们在拍很多有一些比较情绪比较多的戏，或是比较重的戏的时候，导演他们就会很贴心，他们就会有一个他们的群组，就会说哦，明天我们有重头戏哦，那大家不要嬉笑，大家不要玩得那么愉快，这样子。压力也太大了吧，工作人员。而且还会被点名，就是因为我属于比较在现场会跟大家玩，因为反正我在上戏的时候我就不能跟大家玩了，所以我私底下很爱找大家玩。然后导演就会在群组点名说，明天摄影师谁谁谁，然后谁谁谁禁止跟林家威互动。所以家威已经被贴了一个标签。对，因为我就是他大家都会喜欢跟他玩，然后闹他，所以我在现场反而还好，因为我就是比较不会特别去闹他，就是除非已经下戏，对，在那个中间的拍摄过程中，我是不太会特别去逗他的。你们当初有觉得接了这部戏之后会改变你们的生活吗？好像还好，我还是照这个样子，我就是多了一个弟弟的感觉。哦，感觉是多了一个兄弟。对。那家威呢？我觉得反而在拍摄完之后，我觉得生活多了很多正面感，就包括跟他们相处在一起，就每天都很欢乐。然后他其实，反正我来是他们很欢乐，还是你很欢乐？他也很欢乐，因为我看了很多的片段，也觉得他们每天其实的确在你身上得到了很多欢乐，这样。就是他们在我身上寻求那个快乐，然后我就自己默默快乐，也觉得很快乐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就其实来就每天让他。就是他其实很照顾我，然后跟我玩什么，就我其实来了我就依赖着他这样。OK， 因为其实这次的角色啊，上次我问立安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其实那时候一开始角色其实还没有很明确的定位，每一个人确定是什么角色。那后来接下来之后，你们有想到这个角色可以在你们人生中引起这么大的回响吗？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角色，他在某方面是比较。我们两个其实都是比较压抑的，对，我们的都是，但是压抑的点不一样，可能是我是来自于对于父母亲给我的一些压力，还有社会大众给的这些压力，然后要在那个状态内，我是在想说要怎么达到那个目的。对。那腹黑的弟弟呢？腹黑就是他其实压抑的是他对任何人的情感，他的情感其实全部只否哥哥。所以我觉得这是就包括在前置的时候，我需要。让我自己没有任何的生活权，就我强迫自己融入那个状态。然后眼睛里面只有他这样。对，眼里就只有他。然后我其实也没有去跟其他人或是自己的朋友有任何娱乐或是什么。这件事情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可怕？就我断绝了很多的。对，我需要让自己的整个环境都融入在那状态，就是在我们开拍前这一段。那现在恢复了吗？现在只要恢复就比较开朗一些。你觉得自己跟角色有没有很大的落差？因为我大概在平常生活就是我比较没那么压抑，就是一个比较外放。我就很外放，他完全没有在压抑，完全没有在压抑的。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对我就是想到什么大概就会去做，然后就是如果我今天不开心，我可能就会很容易表现在脸上。对，我就没什么在压抑的人，就很直接，然后。就是我不开心的事情，我也会直接说。我自己属于比较压抑，我不能讲太多，就我容易讲不清楚。虽然我表达这个意思，但我的内心其实很多很深层的意思，但是我怕伤到你，所以我只讲得很浅。那感情的部分嘞，有没有觉得对于人啊，或是对于，因为你自己在感情上面算是主动类型的吗？我不是，我是超级被动。超级被动？对，我超被动。那你忽然演一个超级主动的人，是不是？这其实你这不习惯是吧？对，其实蛮不习惯。我就要把自己的很像幻想，就是我可以幻想我要怎么样攻击，我必须要把这些幻想都变成真正的行动。因为你一开始都自己算是很防守类型，对，我会压在心里，然后很多脑补那种。那怎么样可以获得你的爱？就是如果你是这么强烈的防御型的选手的话，我觉得爱情有一半是理解。他要够理解你的内心，所以我很在意。不是，才第一次见到你，我要多理解。如果他可以猜到我内心，我就心里相通。所以你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，我不是，你是需要培养，我需要很长时间。你们有遇过什么瓶颈吗？就是如果是演员，通常都会有一个这个阶段嘛，就是会怀疑自己，因为你不一定
随时都会有工作，然后一个接着一个，所以在等待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蛮煎熬的一个事情。我能理解他说的那一段自我怀疑的时间，但我反而觉得我在自我怀疑的尾声，我遇到了他，因为他其实就是在我们拍摄最一开始前置的时候，然后他跟我分享了很多，就是他希望我做自己，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这样我会更投入在里面，不会一直自我去，就是没有自信。对，然后我自己在我就是没有自信的时候，我反而学会是一个人去做很多事。就我之前是可能我会希望揪一些朋友，就包括我去冲浪或是去露营，我都希望揪很多朋友一起去。但是就是在我自我没有自信的这段时间，我反而会自己一个人，学会一个人生活。对，一个人去享受自己，然后去享受那个孤独。鬼脸3连拍，开始，2、3。你什么时候要带我去约会？你想去哪里约会？你想去哪我就去哪。你拜托我，拜托我，拜托拜托，带我去约会，带我出去玩。你要用那种小狗水汪汪的眼睛那种拜托跟我说，拜托，带我出去玩。就这样，再多一点。好了好了，耶！Hello，C Book 的朋友们，我是林家威，我是安俊鹏，欢迎大家来追踪 C Book。